印度出780亿请中国修建高铁，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？中国又为何断然拒绝了印度的邀请？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一直被国外人吐槽为基建狂魔，尤其是中国交通设施的建设尤为突出。既有高居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网，又有刷新世界纪录的青藏铁路，还有让老外羡慕不已的高铁速度。中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高铁里程，加起来长达4万公里，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，并且中国最快的复兴号列车速度高达350公里每小时。不少外国人可是专门为了体验中国高铁而来中国旅游。而近年来，中国高铁也开始走出国门，转入海外市场。在2020年，中国还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建成首个高铁技术实验室，将中国高铁技术引进欧洲。与此同时，中国高铁开始与日本新干线进行海外市场的竞争，其中主战场在东南亚。而另一方面，南亚大国印度都一直苦恼于国内交通基建的落后，并且羡慕中国拥有高铁这样的设施，一直希望能建立自己的高铁网络。近日，网络一则消息传来，说是印度要花780亿请中国来帮他们修高铁，但是中国拒绝了他们的请求。这一消息一传出，立马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。有的网友甚至说，三哥这次是受啥刺激了？怎么还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修高铁？这是来搞笑的吗？我们都知道，印度一直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十分的无厘头，总是会弄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儿，而且他们所做的和实际情况永远是不符的，只会更多的吹嘘自己，而没有实际的实力，总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最终还是打了自己的脸。那么这次印度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？印度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了解印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此前中国曾经想去接印度国内的高铁的单子，但是因为印度各方面的作，就使得这个单子给了日本，但是结果却坑了日本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件事儿。此前印度要建造的高铁，就是从孟买首府出发到达艾哈迈德巴德，一共有500多公里，投资更是达到了170亿美元，计划在2019年1月动工，2023年运营。所以印度的这一想法引起了中国、日本、欧洲的注意，包括中国、日本、法国与德国参与了印度高铁竞标。对比中日德3国的高铁水平进行分析，似乎都能看出来，只有中国的高铁技术是最具有优势的。而且早在2012年时，中国就和印度政府就已经在商量这个事情了。为此，在2013年，中国还派出一个小队到印度商谈。中国接手印度的项目似乎看起来是顺理成章，也不存在有第三方插足。但是在没有真正签约之前，一切都有可能性。并且当时的印度拥有着全球第1的外债，所以印度想要建造高铁几乎不可能。然而，印度在跟中国谈合作的时候，提出要向中国贷款80%，这无异于是狮子大开口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中国自然拒绝，所以这个建造的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。但是不得不说的是，印度的高铁大单在当时确实是个香饽饽，世界上有能力建造高铁的国家都在觊觎这个项目。由此，在中印合作耽搁后，日本突然横插一脚，还向印度提出了无法抗拒的条件，修高铁，同时还为印度提供800亿贷款。不得不说，此番安倍晋三的决定对印度来说极具吸引力，所以印度很快就投入了日本的怀抱。其实印度也有自己的盘算，从印度方面来看，印度希望日本可以教授他们高铁技术，这样一来，日本就只需出钱和装备，而印度人可以自己做建设的活。毫无疑问，印度是想空手套白狼。再者，如果日本真的只出钱和装备，单靠印度人建造的高铁，只怕是没有安全保障，而日本也极有可能因为印度高铁项目失去更多的合作伙伴。但是日本也有其小心思，站在我们的角度想，中国高铁这么具有优势，安全性高不说，价格还便宜，即使在日本如此大的诱惑之下，也应该坚定立场。不过说来也怪，印度这个国家是真的很奇怪，他一直在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，生怕中国借着修建高铁的名义控制印度。中国真的会这样吗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在修建高铁这件事情上，中国与日本相比，可以说日本的算盘打得很是清楚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日本突然这么大方，打的是什么主意呢？
其实很简单，现在印度发展的快，人口规模大，它的经济总量在逐渐的超过英法等国，成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。在安倍晋三的眼里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潜力股，很具有发展的前景。然而在日本接下了印度的高铁项目后，现实就给了日本人致命的一击，打破了他们之前所有的幻想。日本拿到这个项目后，一切并没有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，反而波折不断。因为印度本国存在大量的问题，由于存在征地困难、党派斗争、潜在的高票价受抵制等因素，由日本承建的印度高铁项目可能最终走向失败。而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历经7年，这7年来，印度人也是由当年的兴奋变成如今的沮丧。同样沮丧的还有日本人，印度高铁的失败宣告日本新干线对外投资遭遇了一次滑铁卢事件。所以从这来看，中国还是要感到庆幸没有接印度的高铁订单，不然落入如此尴尬境地的就是中国了，也将面临巨大的损失。因为印度根本没有钱修建高铁，反而是借着空手套白狼，将风险都转嫁给别国，从而缓解自己的压力。所以中国要感谢日本抢了印度的高铁订单，不然成为替罪羊的就是中国了。估计此时的日本应该是肠子都要悔青了，可是已经都是无济于事了，只能说是吃一堑长一智，多留点心了。那么这次印度说要出780亿让中国帮忙修高铁，估计就是故技重施了，希望假借帮助其修建高铁的名义，也是想将自己本国巨大的压力转嫁给中国，让中国出钱又出力给他们修高铁，从而他们又再次施展空手套白狼的策略，以此来迷惑中国。当然中国肯定是不会上当的，经过上次日本在印度修建高铁的失败，中国肯定还是要多留点心，要引以为戒，不能再次上印度的当。因为第一次中国诚心帮助他们修建高铁，他们拒绝了，所以这次也要让他们高攀不起了，拒绝他们要求帮忙修高铁的提议，这真的是明智的选择。除去这一方面的原因，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印度的整体国情。我们都知道，由于疫情，印度国家经济受到了重大的打击，使得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，这也使得印度根本无力支出这780亿的高铁修建费用。其次就是在印度国内修建高铁的难度巨大，面临着多种困难因素的阻挠，这也极大地加大了高铁修建的难度，不利于高铁修建进度的推进。从日本给印度修建高铁时遇到的种种问题就可以看出，可以从中有所借鉴。所以中国没必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果断地拒绝印度修建高铁就是最好的回应。